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一。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百依百顺呢？他还是要跟我分手呢？难道不应该是我对一个人好，他就对我好吗 ？OK， 今天就来解释这个问题，以及介绍一个解决方案，也希望你可以看到最后啊。对啊，就很奇怪，我全心全意对一个人，他却想扎我，这说不过去嘛，对吧？其实这就是用一个简单思维去理解一个复杂系统。OK， 什么叫简单？什么叫复杂？你看，老师教了1+1=2，你学会了，我也学会了，改天我们考试，我们都能答对，拿一样的分数，这就是简单。但是同样坐在一个教室里，听同一个老师讲同样的内容，都是1节课45分钟，3年下来啊，凭什么你就是学霸，我就是学渣呢？哦，因为我回家就知道玩，上课不认真听讲，和隔壁班的锤花搞这搞那等等吧，可能有20个甚至更多的原因。这些原因哦，它经历一系列的反应，然后最终让我成为学渣。那具体怎么反应的？什么时候反应的？谁和谁反应的？不了，这就是复杂。做这些事情，它看起来是无序的、混沌的、摸不着头脑的。你看，这是不是和我们谈恋爱特别像，是吧？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约会、吃饭、鼓鼓掌，怎么会突然的某一天，你就累了呢？这不科学。其实科学家啊，也是这个反应，他们把这个称之为混沌现象。但其实你要知道，老子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了，是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看这3不应该生4吗？怎么会生万物呢？别人老子不愧是老子。就我们拿恋爱来说，你男朋友走在街上瞄了其他女生一眼，你不爽，这是1，道生1嘛。然后你们吵架，这是2 ，OK， 到这里都没问题。接着你男朋友过来哄你，这是3。但哄你这件事情，它的变数就很大了。他哄你的时候，语气不太好，完了哄都不认真，渣男。他哄你的时间太短了，是吧？短这总是不好的嘛，叫你短。当然也可能他哄你的时候特别好，你也开心，皆大欢喜。再比如他哄你的时候特别好，但有点太好了，然后你就觉得哇，他怎么这么专业？他是不是以前天天哄女生？渣男！你看哄你这件事情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它是随机的，每一个变化又会导致你们走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后面的每一步又有很多种可能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过很多次这样的变化交织，可能你们最终会结婚，可能会分手，可能会成为杀父仇人。你看，这不就是3生了万物吗？可能有聪明的同学听到这里就反应过来，这不是蝴蝶效应吗 ？Very good， 蝴蝶效应它就是混沌现象中的一种。你说一只巴西的蝴蝶随便扇了下翅膀，怎么美国就会有一场龙卷风呢？这个事情是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当年在测量天气的时候，有一天他赶着去吃午饭，所以他想着省事，就直接把数据小数点后4位之后的数字全部给去掉了。按道理他应该输入0.506127，但是他只输入了0.506，他想着就差这么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吧？结果测出来，第2天是一场飓风，天气预报还播呢，说明天有飓风，大家注意安全，巴拉巴拉巴拉。结果第2天是个大晴天，然后他就想，这肯定是数据出了问题，然后他又把这些数据重新计算对照一遍，不得了。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输入端只做微小的改变，在输出端就会产生巨大的改变，所以才有了蝴蝶效应。然后他们打了一个比方，就说巴西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那么美国就会发生一场龙卷风。看到没有？这就是理科生的可怕之处啊！要是学文科的仔，还不得赋诗一首啊？你像那蝴蝶翩翩飞，飞越那红尘涌向。好了，我自己快受不了了。其实当我们仔细观察恋爱交往中，它基本上都符合这个规律。你看一句简单的爱你，不同的语气说出来，表达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爱你，这表示很认真嘛？爱你，这表示一种友好嘛，是吧？一般用于你给我点赞、投币、收藏、分享之后。爱你，这表示不爱你了，或者现在很累，没有力气说话。但假如你误解了他的意思，你认为他就是不爱你，接着你可能就会想，那他是不是有别人了？对他上次约会的时候老去厕所来的，肯定是偷偷打电话。不对难道是肾虚？既然都肾虚了，那还要他干嘛？渣男！你看，恋爱是心理活动。OK， 主要是心理活动，而心里面的蝴蝶效应会更加夸张。输入端变一点，输出端就翻天覆地。我们总会纳闷，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屁事没有？因为很简单，一个人的时候，行为和感受是线性的，输入和输出是稳定的。比如你今天你吃了一顿大餐，很开心嘛，你把钥匙给掉了，就很暴躁，很线性。但是多加入一个人进来，就不一样。同样，你今天吃了一顿大餐，你可能就会想，我这谈的是假恋爱吧？都不陪我吃饭，本来应该开心的，结果不开心了回去一顿打，掉了家门钥匙，本应该生气嘛，结果别人带你吃饭看电影，
开心了。所以啊，当1元问题变成2元问题之后，当一个人变成2个人之后，事情就不再是线性的了，就变得混沌复杂。所以你对一个人好，他可能因为忘不了前女友，或者听到某一首歌，各种各样的原因变量，导致他对你不好。其实不光恋爱复杂，我们的生活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就我们总会认为，一个小孩学习好，上了好的中学，考上了985、211，就应该会有一个好的人生。但是是不 possible， 因为我们的人生它就是一个充满了混沌的复杂系统。好的学历不代表好的生活嘛，这还取决于努力、运气、时代背景、家庭支持等等各种各样的元素。那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知道看我视频的同学会有高中生，这里我绝不是说考大学不重要，考大学相当重要。虽然好的大学不代表好的生活，但是差的大学就更难拥有好的生活。OK， 听你大姨的话。滚去学习。OK， 既然人生是混沌的，你不能说啊我就不活了吧。所以虽然恋爱也复杂，但是由不得你不谈。OK， 那怎么搞呢？其实学者们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但好在已经有突破了。人都是自私的嘛，那怎么让人们之间互相合作呢？最有名的试验就是囚徒困境了。当时就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出招，看看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人际社会中混得更好。其中有一套程序得分最高，叫做 TFT， Tit for Tat， 也叫针锋相对原则。直接用谈恋爱来跟你解释，两个人在一起了 ，OK， 我选择对你好，然后你对我不好，天天打游戏啊，不理我，好。你坑我一次，那我就要坑你一次，我也不理你啊！我跟别的小姐妹去玩别的，你找我，对不起，老娘没空。之后，如果你改好了 ，OK， 我也改好。但如果你继续对我不好，我就继续对你不好。总之针锋相对，你坑我也坑，你好我也好。不言，这叫以直报怨，而不是以德报怨。但有的人是你只要对我不好一次，我就一辈子对你不好，这不行，这会让你失去合作的机会，得分很低。或者你怎么对我不好，虐待我、蹂躏我欺负我，我都对你好，那这样子别人就总欺负你啊，得分也很低。得高分的人是什么？首先我是遵守协议的，如果你不遵守，那我也不遵守。如果你愿意改好，我也改好，这样子分数就上来了。这个程序久经考验出来之后，很多科学家都针对他说啊，你就说你最厉害呗，我不信啊，我搞死你。结果都被搞死了。最早这套程序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人都那么自私，但却会产生社会合作。后来你看，放到恋爱、感情里面一样的，往大了说，放在人际交往中也是一样的。所以谈恋爱难吗？难，它是一个混沌状态，是一个复杂系统，人心都复杂嘛。但你说谈恋爱有那么难吗？就像同样生活也很难，很复杂。很多人不知道下一份工作会不会更好，也许某一天就得一场重病，更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但他们也没有被击垮呀。我经常在一些鸡汤文里面看到一些这样的话，说生活很复杂，尽量简单过。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句鸡汤，这是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因为科学家们从树的枝叶、沙丁鱼群、沙漠的形状、雪花、天气变化、人际交往、计算机网络等等等等里面发现，这些所有的复杂系统当中都被极其简单的规则支配着。虽然他们还没有摸索出所有的规则，但今天至少你已经知道一条了。OK，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如果喜欢，可以给一个3连分享，不要小看一个3连分享。今天你点了那个键，明天美国就要刮龙卷风。OK， 今天这集的内容呢，主要来自于我看到一本叫《复杂》的书啊，特别复杂，特别烧脑。然后这里我也给我自己打一个广告，我现在开了一门读书会，一年会带你读至少12本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好书，基本都是比较权威的心理学家或者是国外的资深人士写的。我会用最易懂并且保证原汁原味的方式来讲给你听，我认为还是蛮值得的，毕竟这些书都是经过了权威机构的认证的，销量也都很高。那我每周都会更新音频，你想坐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听也行，你想睡觉之前听也行。不过很多同学反馈我的声音拿来助眠，其实还挺不错的，好吧？总之我会陪着或者说带着你把这些书给读完。那具体的参加方式呢，我会在评论区置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费尔南多·克里斯园农发。各位你们知道吗？90后已经占据了所有脱发人群中一个相当大的比例。阿里健康发布的数据是36.1%，据说再过1-2年就会超过中老年人了，并且2017年都市女性洞察健康微报告里面发现，来咨询脱发问题的人，20到25岁的人是最多的。你脱发了吗？我。当然，今天的主题不是脱发了，毕竟我叫费尔南多·克里斯园农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自己也不会给你推销什么洗发水。OK， 脱发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焦虑。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组数据了。有调查说，现在超过50%的年轻人每天 every day 都活在焦虑当中，可能就包括你。那网上有很多关于焦虑的解释千奇百怪嘛。而我的理解是，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玩着无限的游戏。怎么说呢？如果我有1万年的寿命，就是搬砖也能搬成人生赢家。我20岁的时候开不上法拉利，我2000岁还开不上吗？只要时间够啊，别说是法拉利，就是诸葛大力。唉，大力。正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叫做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乍一听是不是特别励志？是不是特别想努力？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赶上了多少人，总有同龄人在抛弃你。所以这句话也没说错。更可怕的是当我打开抖音、小红书，看到人均法拉利、米其林、威斯汀的时候，想想自己只能苟在电脑面前剪视频，傻不拉几的求3连，这又岂是同龄人在抛弃我明明整个世界都抛弃我了。正因为这些的软件，我们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时代，于是就有了对比。因为对比，我们大多数人普遍就焦虑、孤独、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在努力跑，但是又找不到方向。我们通过网络知道了身边太多的成功，通过爆炸的信息了解到了太多的道理，然后变得更加不甘于平凡，在对比中迷失自己。什么叫有限的时间、无限的游戏？简单的说就是6个字：比不过，来不及。可能你也听过那个很有名的幸福公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说，幸福等于能力或者效用除以欲望。正因为我们的欲望在网络里变得空前的爆炸，所以我们会想要去努力去提升自己。这听起来好像也没啥问题，但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幸福呢？因为OK， 见识越多，欲望就越增加。那么根据幸福等于能力除以欲望，只要能力够大，效用够大，那还是幸福的，对吧？既然欲望不会缩小，那我们就去提升能力。但问题是，这种由于对比的焦虑而产生的努力，它有的时候会跑偏，它更像是一种看起来在努力，但实际上啥都没做，就像是你考试之前去复习一样，看了半天一页书没翻。这种努力往往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是一种无效的努力。很多人真的，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因为学和学成之间有着巨大的模糊地带。1万小时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一门技能想要达到精通的地步，也不说具体是不是1万小时，但它至少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拿喜闻乐见的读书来说吧，怎么样才算是独有所成？没有标准，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持续的动力，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挂在了这个模糊地带里。经常买一堆书，1年过去了，发现连包装纸都没拆。这本书不错，都说封面越粉，内容越狠。OK， 我们做读书或者是类似的事情，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我在进步、我在努力、我正在变得更好的感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驱动力都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有用，也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他太迷茫、太焦虑了。毕竟鲁迅说过，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嘛。所以很多人的心路历程就出来了。别人都在拼命，那我还不得赶紧操练起来？那操练什么呢？随便吧，反正别人学了，我也得学。于是开始行动。当我们采取了行动，焦虑确实会缓解，但同时我们也会想要更快速的看到成果。毕竟这不是真正的兴趣，也不是一个深思熟虑、长期的规划。总之就是急。这种急会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在行动中如果遇到了困难，就很容易因为挫败而放弃，最终啥都没做成。因为焦虑，所以急于求成，最后失败。因为失败，就更加急于求成，就愈发的焦虑，恶性循环。所以这种伪努力很难给我们带来真正上的提升。欲望还是那么大，越来越大，幸福水平就持续走低。我费尔南多·克里虽然浓发，可能虚长各位几岁，也经历过这种伪努力的阶段，就看到什么都想学，看到谁都不服气。但是后来我明白，别人的成就永远是属于别人的，就无论我再怎么焦虑都没有用，我既改变不了别人，也改变不了自己。而且比你优秀的人不一定比你努力，不许是骗子。虽然在后来遇到优秀的人，我还是会焦虑，但我更多的会去观察他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可以比别人优秀，和别人学，跟自己比。只要我们对比的对象是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陷入这种伪努力的恶性循环里面。因为之前比谁都比不过当然比了。现在对比自己的过去，发现比得过了，心态好了，努力才有了效率和意义。
OK， 那话说回来，什么样的人不焦虑呢？我觉得大概只有一种，就是甘于平庸和安定的人，就包括富人也会焦虑的。他们会焦虑有一天他们不再是富人了。还是那个幸福公式，要提高幸福水平有2种办法，第一种是提升能力，第2种是降低欲望。那很简单了，谁会焦虑呢？是更努力也更有追求的人。虽然我说伪努力是通过焦虑产生的，但我并没有说焦虑本身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小县城里面，大概率是不会太焦虑的，身边的人无非就是隔壁老王、隔壁老张，还有隔壁小王。但是如果你身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面，你就会知道，有的人买爱马仕跟玩儿似的，那些发生在偶像剧里的场景突然就变成了现实，于是有了焦虑，也有了努力。从动机上来说，我认为这比甘于平庸和安定更值得被表扬。正是由于这种不甘平庸的跌跌撞撞，我们才有了飞机、卫星，有了知识和艺术，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切。我相信第一个人类通过钻木而得到火之前，他的内心也一定是焦虑的，也许是为了取暖，也许是为了食物，也许是为了救治他奄奄一息的孩子。焦虑使他脱离了舒适区，也开创了人类的文明，有了你和我。在这颗星球上，最底层的10亿人民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打破这种人生的恶性循环，他们必须面对穷困潦倒的现实，他们的努力仅仅是为了明天有饭吃。所以我很庆幸我生活在这片满是可能性的国度里，就像隔壁种姓制度下的印度，这注定了他们很多人这辈子无论如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对于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来说，降低欲望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我们面临的无非是起跑线不高这样的大概率事件，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投胎在封建的印度和贫瘠的非洲，我们还有机会，特别是年轻人。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们要做的是避免成为信息的奴隶，从我们本身的需求出发，时不时的停下想想该选择什么，又该专注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阮建怡，我是口罩侠。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可能很多人都窝在家里不敢出门，不管是不是异地，都被逼成了异地。那么日常聊天像是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几乎是每一对男生女生都无法回避的话题。而无聊的事情天天讲，这个时间久了就消磨意志，有没有？什么平淡是真，其实都是自我安慰了。平淡不是真，是真无聊。所以趁这个机会来讲讲线上聊天好了。除了以外，我们聊天的时候，每一句对话里面都会有一些关键词，就好比现在是肺炎时期，别人说了一句今天出去买口罩，排队排了40分钟。聪明的同学可能就会发现了，这句话里面有好几个关键词，今天、口罩、排队，而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联想出很多的话题。今天出去买口罩，今天他还做了啥？今天他还准备做啥？他昨天做了啥？他明天又会做啥？我明天准备做啥？今天出去买口罩，排队排口罩。他买了多少个？够不够？他买到了没有？他买的是哪种？什么图案？花了多少钱？有没有涨价？现在街上不戴口罩的人多不多？我的口罩还剩多少个？今天出去买口罩，排队排了40分钟。排队。我上一次排队是记得有一次排队碰到咸猪手，听说网上已经有雇人排队的业务了。他有没有碰到过咸猪手？呵呵。你看只要你稍稍的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每一个关键词其实都能够想出蛮多话题。就像你现在在看我的视频，如果给你袁怡这个关键词，你会想到什么？当然了，除了这些你一定会想到的之外，正经的，你可能会想到袁怡是一个心理情感的 UP 主，为什么他要叫袁怡？他该不会是基佬？听说他割了双眼，30岁的老男人还敢自称鲜肉，不要脸等等吧，都是话题。当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一整句话的时候，通常只能想到当下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把关注点放在每一个关键词上的时候，就多了很多可能性，我们就会想到很多从前、现在、未来的事情，话题也就自然多了嘛。总之，不要试图去凭空想象新的话题，新话题是想不出来的，而是从老的话题里面生长出来的。在经济学里面，这个叫做第二创新曲线。任何一个关键词都能够衍生出很多联想和话题，挑一个你最能扯的，扯就好了。关键词联想法的原理就和滚雪球是一样，你们聊的越多，就有越多东西可以聊。OK， 现在聊下去不是问题了，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才能够把聊天变得有趣一点。很多电影的结尾都会留一个悬念，我们看到这里就会很期待续集，期待后面的故事。这种套路就叫做开放式圈套，也没那么复杂，其实就是卖关子。比如有人问你，你
今天吃了什么？正常的回复就是我今天吃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开放式圈套的回答方式就可以是你今天吃了什么？真是一言难尽。怎么了？太恶心了，不会想知道的。你说啊，都急死宝宝了。然后你就可以说了，我今天吃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什么鬼啊？上面的例子是别人先提问，即使别人没有提问，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慢慢关注。你身上啊，其实有一个闪光点，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喜欢上你。你知不知啊？是吗？是什么啊？那不如你告诉我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来交换呀。你表现好的话，就告诉你喽。开放式圈套的好处就在于，在平淡的聊天中加入一个奇异点，让你们的聊天延伸出更多的可能。打个比方，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特别无聊，前面突然发生了一起车祸，好刺激。偶尔的给你们的对话来一起车祸，来加入一个奇异点，很可能就会把你们的对话变得有趣起来。微信这个东西用多了就会变得麻木，因为成本低、不要钱和使用频率高的关系。就我们发微信聊天，它有时候会变成一件有点累的事情。你看，很多时候能够半句话说完的事情，我们就懒得去打一句话了；能用表情代替的，就懒得打字了。对吧？特别是情侣之间很多时候为了保持感情浓度，就不得不硬聊，甚至尬聊。然后这股聊天的劲就会慢慢的被消磨掉。你就会说，游戏不好玩吗？电视剧不好看吗？其实微信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种的沟通方式，电话、图片、视频、语音、文字、表情。当我们聊天聊得麻木的时候，就会惯性的打几个字拉倒。其实不管是不是情侣，对于异地这种地域模式，我们确实不应该死守着文字。同样的一句话，视频肯定好过语音，好过文字。有时候我们就是懒，各种各样的视频、图片花里胡哨的，很麻烦。可是别人传递的信息多呀，所以通常效果也会更好。在你们开启一段可能会比较重要的聊天之前，是不是加入一些语音、视频或者小视频会更好？这样子不仅能够让对方知道你想说什么，还能够看到自己的表情、神态以及后面的背景。有个前提，不要卸妆。所以处在异地的恋人或者是准恋人们，我个人的建议是，经常的去意识到在不同的模式之间做切换。没有人可以否认，有时候谈恋爱就是很累的，但不是一件事情它累就代表它不该去做，付出的越多，回报的也就越多嘛。当然我想说一句，真正的亲密从来不需要用聊天记录的页数去证明，我们不能去为了聊天而聊天。好了，其实关于聊天的方法还有很多，也许以后慢慢讲。但是如果以上方法对你来说都没用，对方就是很冷淡，只能把毕生绝学传授给你了。发红包，没有人会在红包面前保持沉默，也没有人能够在红包面前无动于衷。不信你去试试啊。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朋友，你有逻辑吗？今天将是一堂只有高贵哲学专业才能享受的逻辑课。Hello， 大家好，我是安金元一。那这2天就是春节了，作为新春佳节的传统，催婚这个环节基本是各家各户的保留节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用逻辑学反催婚。第一种，你年纪也不小，再不结婚就嫁不出去了。在逻辑学，这是典型的错误归因。虽然年龄和结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年龄大也许会造成适婚对象的减少，但减少并不意味着难度就必然增加，更不会说就嫁不出去了。幸福有时候它就是来得很突然，何况我们男生可比女生多出了3000万。第二种，父母常说的，你一个人工作生活太辛苦了，结了婚就可以有个人来照顾你，这个叫做假两难推理，意思就是你一个人就会很苦，那结了婚2个人在一起就幸福了，就不苦了。但是婚后不如婚前的家庭那比比皆是，对吧？谁说2个人在一起就一定不辛苦？比起孤独终老，更难的是和一个让你感觉到孤独的人终老。第三种，结了婚就稳定了，合成谬误。什么叫稳定？稳定是很模糊的，结了婚确实容易让人收心，但这顶多是情感上的稳定。人命短，收入稳定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是在靠时间和精力换钱的人，其实是很难谈稳定，都是打工，除非结了婚能够让你躺着赚钱。除非结了婚能够让你有一份还不错的被动收入，不然的话，婚后它也不稳定啊。万一再闹一个外遇、离婚啥的，可能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稳定，对吧？第四种，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我说的都对，只要你有了不同意见，那就是你错了。小孩懂个屁啦，别问为什么，叫爸爸。这种情况，对不起，无能为力。
可以看出来啊，父母亲戚们虽然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运用逻辑谬误，但他们确实用的挺溜的。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逻辑谬误，属于青铜级别的。诉诸权威就是拿名人来举例，名人都这么做的，所以这么做是对的。林志玲44岁结婚，刘若英41岁，周迅40，莫文蔚41，范冰冰还没结，伊丽莎白1世。妈的也没结，布里吉特64，白素贞1000岁。只要你想啊，你还可以找到更多名人的例子。诉诸多数就是说，很多人都这么做的，所以这么做是对的。这个特别适合在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生活的人使用，因为越发达的地方，一般结婚就越晚。你看，2017年江苏省的平均初婚年龄是34.2岁，杭州市是33.1岁，类似的数据有很多，所以你就可以说了，大家都不结婚，我也不用太着急。逻辑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进阶一些了。红飞鱼谬误就是说，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插进来，然后把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比如你说啊，最近什么什么地方地震了，伤亡很惨重啊。有人说那个地方的人都很坏，这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典型的转移话题。人坏不坏和地震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听起来还蛮顺溜。其实当有人和你说啊，再不结婚就嫁不出去了这种话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啦，我跟你讲了哈，趁着年轻就要多享受生活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结婚之后就很不方便，那不是吗？原本你们在说年龄和结婚的事情，红飞鱼谬误就是把话题转移到享受生活上面去，其实毛关系没有，但是顺溜，逻辑的力量。如果 A 发生了，那么 B、C、D、E 它们也会发生，所以 A 不应该发生，这就是滑坡谬误。就比如说出门就得过马路，过马路就会遇到汽车，遇到车可能就会被撞，被撞了就很惨啊，所以不应该出门。再比如小明以前谈恋爱劈过腿，和他谈恋爱就会被绿，所以不能和他谈恋爱。那么到反催婚，你就可以说了，如果很草率的结婚，就很容易遇到错的人，不爱你的人，渣男，就会过很悲催啊，所以不能草率结婚哈。男生也可以说，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贸然结婚，到时候肯定要后悔啊！万一我劈腿、出轨、外遇，有没有？所以不能贸然结婚哈。完美，逻辑的力量。这个世界上最经典的假两难推理，就是那个无人能够回答的终极问题：我和你妈掉沟里，你救谁？救你就是不孝，救你妈就是不爱。假两难顾名思义了，不是 A 就是 B， 没有中间地带。小时候你老师会告诉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出去就得搬砖。结果你好好学习了，还不是一样在。那么面对催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了，如果我现在结婚了，我就得去伺候别人，那就不能伺候你们二老，不是吗？人家还想多伺候你们了，跟你老娘发什么嗲？再比如，我现在不着急结婚，是因为我在努力拼事业，是关键时刻。结了婚就只能放弃事业，做贤妻良母了。实际上也没人说结了婚就不能拼事业，对吧？逻辑的力量，逻辑永远可以被逻辑破解，但逻辑唯一怕的就是不讲逻辑。正是因为人们有情感，所以我们会被困住。你要知道，科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人类要来一次大的进化，那么首先应该剥离的就是情感。可以说，情感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弱点。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单亲妈妈犯了罪，结果被减刑，理由就是她有个小孩，小孩是无辜的嘛，其实小孩和妈妈犯罪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吧？但是我们还是会产生同情，很多父母也会自我诉诸情感，过分的宠溺小孩，经常说啊他还是个孩子，就导致了很多什么孩子啊。其实长辈父母们也经常会用诉诸情感来催你结婚，比如啊你结婚了，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落地，毕竟是父母，谁又希望父母伤心呢，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真的是为了父母把婚给结了。我们也不说谁对谁错，但是你照样可以用诉诸情感来反催婚。比如说，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呀，难道你们希望你们的骨肉后半辈子都活在痛苦里面吗？你们忍心看到我和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郁郁寡欢吗？再比如，我是你儿子，举例啦，你也希望你儿子能够幸福，对吧？你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也不是为了让我去受罪的，还能说什么？逻辑的力量。OK， 上面就是我为你筛选出来比较好用也比较常用的5种逻辑谬误。最后我想说，不要过分的去依赖这些逻辑谬误。每一个陷在谬误里面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父母的出发点未必是对的，但一定是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过好日子，该来的都在路上。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这里祝大家新年，好像不够喜庆。祝大家新年好，2020年桃花不断，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男生或者女生。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招不在老，管用就行。
大家好，我是张一。渣的方式有很多种，今天给大家揭秘一种非常无痕且微创的套路。正因为它看起来不那么像套路，所以倒不是说懂这一招就一定是渣男渣女，但渣男渣女一定懂这招。曾经有一个互相有好感的女生，主动的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很喜欢你，但是我和你都不是那种能安定下来的人，所以我们不适合在一起。”不是，我怎么就不能安定？你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还没表白啊，这就被他拒绝了。你是不是看到我给其他女生点赞了？今天晚上吃什么？然后我就给个机会呗，我想做个好人。接着我就发了疯的，去追嘛，没舔，当然最后肯定是舔。追失败了，我就开始分析这句话为什么能够让本来势均力敌的关系造成我特别的被动。其实你看这句话，它分为两部分，我喜欢你。因为什么什么啊？不可能。前半句我喜欢你，它其实是一种表白，表达好感，对吧？后半句是给出一个理由，然后拒绝。就是我们单看任何一句，它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这两句话组合在一起，砸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爽了。类似的句型有很多了，我会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感觉，但是毕竟我们是异地，太辛苦了。真的，你又善良又可爱，但是我的工作特别忙，所以我怕我会伤害到你，你知道吗？其实我看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但是你看视频从来不点赞。总之，不管剧情怎么变，它都逃不开表白加找理由拒绝这个模型。说到这里啊，反应快的同学可能会意识到，那有可能是别人为了客气的拒绝，所以说好话，这个就说到点子上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那个例子，它其实有一个细节，好感的女生主动的对我说过，没错，她是在我没有表白的情况下，主动的来找我表白，然后再拒绝，这是一种得到了又失去的感觉。得到和失去相继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就非常恶心了，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渐渐的经济学规律。想象一下，失去1万块和得到1万块，哪种给你的感觉更强烈 ？OK，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来帮你感受一下。如果我抛出硬币，正面我给你1万块，如果是背面你给我1万块，你愿不愿意来冒这个险？如果你不愿意，那说明比起得到，你更害怕失去嘛。如果是5万、10万呢？经过测试哦，95%的人都不愿意玩这个游戏。从古典经济学看，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损失厌恶 （loss of）。好吧，算了。就是说，面对同样一个东西或者钱或者人，损失的痛苦会远远大于获得的喜悦。有多强烈呢？根据坎尼曼博士的研究，失去的痛苦等同于所得到的带来的快乐的2倍左右。也就是说，在心理层面，你损失了1万块，要减到2万块才能弥补回来。你失去一个对象，得谈2个，或者一个2倍好的人，这个心理上才能补得回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之前很火的那种网络拍卖，常常可以看到，本来一双鞋原价200块，结果起拍价1块、2块，甚至0块都有了，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买不到吃亏上当啊！但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都想捡这个便宜，所以都开始出价，然后这个价格刷就涨上去了。最后当这个价格已经超过200块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买，明显就不划算了嘛，还不如花200块买双新的呢。但偏偏很多人还是愿意用超过200块的价格买下它。大朋友是不是有问号？其实这真不是因为傻哦，原因就出在损失厌恶。出价竞标的人，他会觉得这双鞋很可能将会已经是他的了，就像你和别人有暧昧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了，然后就会产生一股拥有感，拥有了就不愿失去嘛，双倍的痛苦，对吧？所以就是倒贴我也要拿下。还有你看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什么7天到货，甚至是先用再付款，看起来好像童叟无欺，对吧？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你拿到手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拥有感，即使这个东西它不那么好用，你都懒得去退货了。真的，我自己不知道买了多少这样的东西。看了今天这期视频以后，不仅可以防渣男，还可以防奸商。但是也有玩砸的。之前在国外就有人开了这么一家健身房，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在于你交年费给他，然后每去一次他返钱给你，去满1年交的钱正好全数返还。这个点子一出来就火了，然后这媒体都来报道，哇，这个倒闭了。这就是他低估了人们对损失厌恶的厌恶。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沉没成本吗？确实有的时候他们2个很像，但有的时候会不一样。沉没成本它只强调成本，成本越高越不想放弃嘛。而损失厌恶它不强调成本，就像网络拍卖的那个例子，它并没有成本，它强调的是人们受不了，得到了再失去。你看假如你现在有一个帅哥，而如果放弃这个人，就有2种情况：A， 你可能会在后面的日子里遇到3个帅哥，而且还可能有更帅的人在这3个里；B， 可能1个都遇不到。大体上遇到 A 和 B 的情况各为50%。就数学期望而言，寻找新对象，它至少是一场公平的赌博。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愿意去赌博，因为有1半的概率你运气就是不好，后面1个帅哥都碰不到。想想都觉得，这不就一毛一样吗？你喜欢一个人，对面突然找你表白好开心，但是又找个理由拒绝你，你就面临一个选择：是加把劲把他搞定皆大欢喜，还是放弃他去找更好的人？看看有多少人说放弃的，不要死撑哦。
搞明白这个原理之后，这就不仅仅是一句台词的问题了，它可以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套路，而内核永远是先让你觉得你已经得到它了，然后拒绝你。比如一些渣男前面各种嘘寒问暖、舔啊、快活啊，然后主动的找个理由拒绝你。再比如有些渣女各种主动啊，甚至那个就很主动啊，搞得男生云里雾里，想再进一步。对不起，你是个好人。正因为我们会对已经得到的东西在失去感到恐惧，所以就会想要抓住。理由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跪舔，就是下贱，也会想要得到对方。司马懿说过一句话：能识便能破。想想上面那个健身房是怎么导的，就是跟商家的预期反着来就行了。一个人想要用损失厌恶这样的方式来扎你，那你只要不厌恶就好了嘛。所以顺着话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确实不适合在一起，等等吧。这个时候慌的就是对面。当然，如果一个人都对你走到这一步了，要不要走下去，值不值得走下去，也是个问题，是吧？知一堑长一智，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最后，塞腰拉爸爸。